大家好 ，Roma Termini 係羅馬中央火車站，喺呢度可以乘搭火車同埋長途汽車，亦都有租車服務。4500公里嘅深車，呢部電梯居然係1949年法拉利製造嘅喎。我們現在出發去白鹿里茲奧古城啦。早上高峰期時候的羅馬還是挺堵的。哎呀，前面這兒還是挺堵的啊！你看，這個老爺車你要讓他啦，前面這一段感覺像是個城牆一樣。意大利真是街道又窄，停車位又難找，然後在路上看到好多 smart。哇，這個是早上進羅馬上班的車，堵成這個樣子。這個限速不是70嗎？我們已經開到80多了。哦，你看前面那個車飛一樣的，真是。現在說的是最低70，哇，對面好堵啊！哎呀，對面怎麼還是堵成這個樣子？已經堵出幾公里了，感覺。前面到收費站了，應該是到了收費站才上高速吧？那你剛剛在不是高速的路上開110，你都瘋狂被人超呢？是的，真是失敗。跟我想象的一樣。這個高速公路限速是130的，我們已經開到120了，還是瘋狂被人超。不過在意大利自駕，就是在高速路上出了城開車還是蠻舒服的。城裡的問題就是車位太難找了，然後路又窄。意大利嘅高速公路用信用卡同埋硬幣都可以支付。這個國道限速是90，但是我看這些車開的絕對不是速度，絕對不是90。小心牛出沒。小道上開車挺舒服的，不像剛剛紫外線那麼強，曬得胳膊都疼。自助交停車費，先把卡插進去，然後按加號選時間，可以選停多久，然後多少錢。可以了，把卡插進去。攞到呢張停車票之後記得將佢擺喺你個車嘅擋風玻璃下邊啊。Hello， 大家好。離開羅馬之後，我們後半部分的行程租了台車，不過提車的過程真是一波三折。因為提車需要用 Visa 芯片信用卡刷押金，但是我們那個銀行由於系統問題，所有的 Visa 業務都停掉了，我們不知道該怎麼辦。其實去車行的過程中心裡是很忐忑的，不過最後解決的辦法是在車行買一份全保，然後就可以用磁條信用卡刷押金了。總算成功提到了我們的小白。離開羅馬之後，我們的第一站就到了白鹿里茲奧古城。它是宮崎駿老先生筆下天空之城的原型，通過一條橋與外界相連，在有霧的時候真的會像漂浮在天空中一樣。等一下我們就下去看看吧，走。嚟到呢度就要買門票噶啦，一張門票係5歐，而家有人查票噶。驗完票之後就沿住呢一條橋一直上去，大概應該行10到15分鐘左右就可以上到上邊啦。睇下周圍啲風景。
差唔多到啦。白盧里治奧古城係呢個世界上100個瀕危絕種嘅遺跡之一啊！佢呢度原本係一個完整嘅城鎮嚟嘅，後尾因為地震啦，咁成個城就冇咗啦。咁而家就剩翻咁多。以後呢，如果有地震或者山體變形呢，泥石流呢啲啊，可能佢就從此喺地球上消失啦。我哋已經上到嚟白盧里治奧古城啦。其實行上嚟都唔係好攰啫，10零分鐘到，而且基本冇階級嘅，行起上嚟都幾舒服。行到呢座城門前，我就覺得佢有啲似印度嘅沙漠之城 Jaisalmer 嘅城門。我哋已經入到古城啦，入邊嘅環境相當唔錯，而且呢設備都幾齊全，有餐廳，有呢個禮品店，要買嘢呢完全係唔缺嘅。大家覺得環境點啊？古城嘅屋相對都修整得比較齊整。全部都翻新得好完善啊！呢度就係城入邊嘅廣場，最大笪嘅空地啦。呢度就有個鐘樓添，係咪鐘樓啊？應該係吧，有個鐘喺度。呢個鐘樓呢，而家仲會報時嘅添。古城入邊嘅巷仔呢，都算係幾有格調嘅，非常之古色古香。基本上好容易就行到呢個古城嘅邊邊啦，係非常之容易咁就可以睇到北面嘅小鎮。古城入邊個餐廳真係唔少啊！我估計好多人呢都係過去呢度食午餐啊，但係當然啦，價錢就唔平啦。城入邊呢啲巷仔呢，真係唔錯。左邊轉轉，右邊轉轉，咁就行晒噶啦。成個古城嗰個面積呢，都係好細嘅啫，唔使1個鐘啊，好容易就喺度轉一個圈噶啦。我哋又行翻出嚟出口呢度啦。我個人就好中意呢啲黃色磚塊砌成嘅屋啊，可能大陸比較少呢種顏色嘅磚啦。睇上嚟呢，亦都非常之有質感嘅呢啲磚，成個城啊就會變咗一個黃色嘅古城。大陸新疆喀什古城呢，基本上以前呢都係呢種顏色嘅，但係聽講而家呢就變成粉成呢個藍色同埋白色啊，咁我唔知道點解啦。咁啊，有啲畫蛇添足嘅感覺咯。呢條路直去呢，就係古城嘅盡頭啦。古城真係好細嘅啫，好容易就行晒。可以睇到呢度嘅環境係相當之靚嘅。呢度嘅屋都好識用呢個綠色植物嚟裝飾自己個門口啊，就好似呢間屋咁樣，佢哋喺門口裝飾咗好多綠色植物，完美咁用古城同埋植物呢嚟混合埋一齊。終於行到古城嘅盡頭啦！呢個古城真係唔係好大嘅啫，所以好容易就行到盡頭。呢邊就係另外一邊嘅古城，睇到外邊，其實外邊有一個殘缺嘅牆啦，還是係一啲遺跡啊？應該係以前嗰個古城
嘅遺跡嚟嘅，即係佢呢個係原本係個城鎮嚟噶嘛，後尾地震塌咗就變成而家咁低嘅地方。後尾地震塌咗就變成而家咁啦。Hello， 我们现在已经逛完白鹿李赵古城，准备出去了。小城不大，走走逛逛拍拍，1个多小时也够了。确实是很舒服的一个地方，游客也不算多。有时间的话，可以在这里面的餐厅坐下，吹着风，吃一顿午餐，还是挺好的。就是餐厅的价格比外面会有一点贵，但是我觉得这儿是很值得来的一个地方。相较于公共交通，更推荐自驾，因为公共交通会比较不方便，等车的时间有点长。安定。我哋離開咗白鹿李治奧古城，而家我喺佢旁邊嘅一個小鎮。呢個小鎮雖然面積唔大，但係環境都幾唔錯。主幹道呢其實好窄㗎，只可以行過一部車，但係兩邊嘅屋呢都幾有特色。嗱，呢度真係有車行㗎，不過呢度係單行嘅，另外一邊呢就係雙行嘅。呢度呢真係唔差大陸好多嘅所謂古城嘅，隨隨便便嘅一個小鎮。鎮中間亦都有一個雕塑，但係我就唔知呢個雕塑係咩意思啦，係咩人啦。後邊呢度應該係一間教堂嚟嘅，前面呢度又有一間教堂。睇下呢度個環境真係唔錯，呢度門都幾有型啊！到西耶纳了，现在我们去酒店。之前都唔記得同大家介紹我哋呢次喺歐洲之人租嘅車啊！呢部車咧就係我租嘅嗱，係咪唔錯咧？我呢架小紅啊，哇！即係去到邊度都唔使驚交警抄牌啊！顏值則正義啊！隨便掟，隨便擺，交警嚟都要哇！過嚟影兩張相，真係。肯定小红完胜了，颜值即正义，懂不？你往这儿一停，就算他违停，交警看见超牌前都要先拍2张照再超牌啦，原谅他违停啦。安定。各位朋友，我哋又嚟到義烏啦，睇下呢個義烏小商品城，都係義烏小商品啊！呢啲都係。剛剛行到呢度，睇到呢間餐廳居然喺個斜坡上面，啲人就斜住咁喺度開台，睇下幾斜。呢樣嘢應該都係佢當地嘅特色嚟啦。終於發現呢間斜坡餐廳嘅秘密啊！原嚟佢哋個座椅、台凳同座椅都係斜嘅。全部都係斜嘅台腳，斜嘅，係咯。睇到呢個景就知道我哋已經順利到咗小城市啦。
個景係咪好靚呢？咁關於小城士一拿嘅介紹呢，我哋下一集就會詳細介紹。咁今集先到呢度先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